怎么开锁、解锁啊？什么东东？这个人的爱情有点特别，因为他的爱情的枷锁，他是没办法输入密码的。这代表了什么呢？一旦锁上了，就解不了了。Combo。巴士会稍微划算一点，是啊，我猜这边应该也是没有海关。我那时候上飞机之前，在检查护照的时候，我就说 I'm from Taiwan， 先讲先赢，不要每次都在那边 China， 不要再 China 啦，不要再误会啦，很困扰啊。你没有回头路，这世界翻滚的流速，不问明天，这次定的转轮。下车了。Sorry。哦，龙城门，7欧元。只能卡片付款，不能付现金。到啊 ，Rome Terminal Station。哦，天快亮了，终于找到住宿地，走过去才16分钟。Gosh， 不知道是不是罗马这边空气比较不好，我就觉得鼻子超痒的。从到机场之后到现在，好痒。罗马他们的建筑有自己的风格，有点像丹麦。哇，这个很明亮热闹。来到了意大利罗马，我们的红灯警戒区最大颗红灯。我说最大颗红灯呢，因为这边的那些扒手啊、窃盗啊、诈骗啊是最多的。敬请期待 tips。等我休息完再跟你们讲。我现在很累，超累。快日出了，我觉得罗马的日出比别人慢哎。那时候那时候到柏林啊，也是6点左右吧，天都亮了，5、6点的时候。现在罗马啊，对，时间现在6点23分，天已经亮了，但还没看到太阳。我鼻子超痒，辛苦我了。哇，这只超大只哎，这海鸥超大只的，这我看过最大只的海鸥了，它不是海鸥了吧？根本是老鹰嘛，飞走了。太阳会从那边升起，然后这面墙应该也是古迹吧，后面就是 Terminal Station。有一种那种在当兵的感觉，然后那种站哨站到早上，那种有点恍惚的那种。那云真的超美的哦，粉红色的。这也让我想到当时在站哨，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看天空，因为那些云啊，光线变化超漂亮的，我超喜欢看的。然后我还曾经看过 UFO 哦，说真的哦，不是在盖的哦，很扯哦，一个蓝光不是一个红光跟一个绿光，他们会闪烁，然后在天上那样绕。这下次有机会专门做一集跟大家分享，好吧？我累啊！前面看起来又像是古迹。我们到时候去，到时候不让我进去怎么办啊？太早了。希望他让我进去。我知道他一定要说哦，不好意思，下午3点才能 check in 哦。拜托让我进去休息一下，我快死了 ，I almost die. I'm dying. I'm dying. I'm dying in Rome. Roma， 小道列厕所有一关就是开车子要把拖车开进去这种类似的地方，在古迹。我们现在无心欣赏，没有这个心情，我只想休息。这边水怎么流个不停啊？莫非是传说中的许愿池吗？怎么可能是许愿池？我休息。不过这个街道真的很美啊！说实在，你看多美啊 ，so pretty，so pretty。他们这个人长得也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原来我是在过马路啊！哎呦，这要按吗？可恶 ！Touch， 骗人！下面吗？
哦，果然是在下面。哎，亮了。哎，他们的那个过马路的声音怎么像电话来了一样？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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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听一下，那名字有电话来了。说到罗马，我想到什么？我想到《罗马假期》，虽然就奥黛丽·赫本演的那一部鼎鼎有名，可是我没看过啊。罗马，我想到那个《全军破敌》这个游戏超好玩，真的我超爱这个游戏的。全军破敌罗马，还有很多版本啦，还有什么蛮族入侵哦，还是什么？我都忘了。更多的资讯我明天再跟你们讲，或者晚一点我精神好一点的时候。罗马真的让我鼻子好痒哦。他们好多垃圾桶哦，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真的很有当兵的感觉？那种当兵啊，一大早啊。现在问题是，到了能进去吗？会有人吗？到了，能进去吗？理论上是开不了了，真的。没人开门。嗨，现在时间8点50分，我没办法休息，被强制出来玩了啊！我打算去看那个罗马竞技场，我应该是不会买票进去啊，但是在外面看一下它外观，看它多么壮丽。我们应该走路大概32分钟过去，看一下罗马竞技场。好，因为我们走路有漫漫长路啊，我来诈骗大揭秘 tips 啊，趁这个时候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我做了什么功课。我看了很多关于诈骗的影片，在欧洲这边的。你敢对大家说清楚吗？所以呢，有些心得跟大家讲一下咯。诈骗类型啊，第一种就是那种假警察要求检查护照跟钱包的。通常真的警察他会有他们的制服跟证件，那假警察比较两光的呢，就是不穿制服，直接说他自己是便衣警察之类的，徽章。有可能是假徽章，所以最保险的就是他要检查你的东西的时候，跟他讲说好，那我们去最近的警察局吧，去那边检查更安全。通常假警察听到你这样讲，他们就会放弃。Number 2， 街头卖艺诈骗，或者是进行分散注意力之后的扒窃，或是要求小费。就有些人会跟你帮个小忙，然后跟你要钱，或者是说街头卖艺就是诈骗你钱，就是你不会赢的那个游戏。比如说什么3颗球，猜猜看球在哪一个杯子里面啊那种。这是在玩什么？No, it's for she. It's for she. It's for she lady. 50。哦，他旁边是拖，所以他叫我不要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 scam。然后第3个，餐厅我们应该不太会遇到，就是餐厅它有可能会多收钱，或是强迫消费，这个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如果大家会在罗马，尤其在意大利这个地方的话呢，稍微留意一下咯，看一下金额对不对哦。然后第4个。地铁扒手超级多，有的他会在购票机前面看那些游客。你看，阿北也是这样，这里空气真的不好。他们会看那些游客站在购票机前面在那边犹豫啊，他们就会特别来帮忙。然后帮完你之后呢，可能会跟你要小费，或者是他如果是扒手的话，他们就是会对你进行扒窃。然后他们的一些技巧的话，就是地铁关门的最后1秒冲进来，或者是他会把那个门挡住，反正他们都会很可疑啦。而且这些扒手啊，扒手集团。他们通常都是一些年轻女性，各种行业都有可能啊，什么情侣啊，什么老人啊，什么各种都有可能，反正自己小心。为什么会比较多年轻人？是因为罪行比较轻，所以说，比如说他14岁啊，所以就不会判什么刑，他们就勇于犯罪。第5个，守神党，守神党就是最常见的百年不变的那种诈骗行为，就跟你说，哎 ，my friend， 然后就给你一个手绳，然后这个跟你要钱。还有金戒指党也是，金戒指也是跟你戴个金戒指，说，哎，这个给你啊。然后第6个。请愿书诈骗，这我们之前在那个哪里啊？德国柏林那边有遇到，他就是叫你写一个问卷调查之类的东西，然后就跟你要钱。他有可能是真的是要捐的啦，但是看到可能捐进他自己口袋，但不得而知，自己斟酌看你是要不要去接受这个认证。但我通常觉得这个应该诈骗成分比较高。第7个，地板艺术家。他们会在地上放一堆画，然后如果踩到的话，就要给他钱，懂吗？就是他故意放在那个人潮拥挤的地方，看谁会踩到他画。然后那些画，据说通常都是一些便宜的那个仿制赝品，不是他真正画的东西。就算是他真正画，他也是乱七八糟乱画一通啊。当然，这个艺术这种东西本来就见仁见智啦。哇，
这也是一个古墙。那到这边的话呢，我们差不多就讲完了。不过我从影片里面观察到，他们那些扒手啊，他们都很喜欢拿外套，或是拿一个地图，或拿一个什么东西，反正可以遮挡你视线的。因为他偷东西比较好偷啊。因为他如果真的比较高手集团的话，他们偷的话是一个人传一个人的，你懂我意思吗？我偷了之后传给别人，然后别人再传到哪里去，反正就追不到他。就算你抓到他身上也没有你要的东西。我会警戒任何靠近我们的人。有人说没被偷不算来过欧洲啊，可以不要这样嘛？我不想被偷啊，我自己都很怕遗失东西了，我已经遗失掉好几个东西了。上次在比利时也是啊，遇到要被偷是他没有偷成功而已。我其实搞不太懂这个红灯要怎么过，我用越南过马路法，越南过马路法就是滴滴龙。哇哦，看这个建筑多美啊！我到底现在到哪里啊？世事难料啊！虽然罗马、意大利这边被我归类成大红灯区，但说不定很安全，说不定这很难讲。开始热起来了，今天最高竟然到29度啊！现在大概22、23度，我觉得晒太阳就蛮热的。然后我查到罗马这边搭公车蛮方便的，你只要用那个像 Apple Pay 就可以了，而且单程的价格也不贵哦，据说是1.5欧，100分钟之内转车不用再加钱。公车跟地铁都是一样。罗马真让我鼻子好痒。哦，罗马，哎呦，这好美啊！我刚才讲了7大诈骗注意事项，各位都学到了吗？学到赚到哦！记得要帮我按个赞，鼓励我一下哦。我觉得越来越那个嘞，我越来越像个 YouTuber， 就是那边叫人家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两张。其实我也没有真的一定要有什么身份啦，就随波逐流嘛。主要就记录生活啊什么的。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算了。有一个很像类似教堂之类的东西，蛮漂亮的。这边红绿灯也是有倒数。我们会先去古罗马广场，然后再去罗马竞技场，这样比较顺路一点。就看这2个地方吧。来回的话大概1个多小时。我们回程的时候再去那个 supermarket 买个东西当我们中餐。旁边这个是展览宫，它是有一些可能罗马时代的展览的东西。有人说入场费40欧元哦，算了吧。做的蛮直白的，这满满都澳洲味道，就是那种清洁剂。罗马建筑真的蛮好拍的，随便拍都好看。但它地板也是比较好走，不会像那个我们的葡萄牙那么滑。葡萄牙吓死人了，葡萄牙超滑的。可是这问题就是，罗马的空气，罗马空气不行啊。是我问题吗？哦，这车还真可爱。哦哟，好像看到什么东西嘞，在前面超高大那个，那该不会就是什么罗马竞技场了吧？罗马为什么他们都会有这种水啊？就在那边流个不停难道是什么山泉水之类的吗？罗马竞技场就在眼前，我们还是先去罗马竞技场，再往旁边绕。因为它长这样子啊，跟照片上看到的都不一样啊。想看一下吗？很巨大哦。超大一个！他们那时候的是怎么盖出来的啊？怎么办法盖这么大一个？超大它真的很大说到罗马竞技场，我就想到《神鬼战士》，罗素克洛在里面杀来杀去，跟狮子打架。跟罗素克洛后来开始横向发展了。手神档，这是免费的手神档。你可以免费得到一个礼物哦。罗马竞技场，哇哦！很想要看罗素克洛跟狮子再打一场这是最不可能的事情。我想到一个了，一个成语 ，Do as Romans do。罗马人在干嘛你就干嘛，这个就是一种阅读空气、察言观色。我来看一下罗马人在干嘛。假如我没有观测到的话，我们就来模仿罗马人。那个有一个 YouTuber 不是那边整那个手神党嘛，对不对？
然后他是不是后来跑来跑去，就是爬到那边在那边喊救命？大家知道那个 YouTube 影片吗？就他在跟守神党互呛，在那边上演街头追逐战。前面那个是凯旋门是另外一种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听说它的历史比巴黎凯旋门还要悠久哦。罗马竞技场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可能买票排队进去，过个安检之类的。想当然尔，我们是不会受骗的。里面没有罗素克洛跟狮子，我才不进去嘞。我要看到年轻版的罗素克洛跟狮子。我是不会有兴趣的。这凯旋门很小据说是历史悠久啦。我觉得那时候的人有办法盖这样子，真的很屌，超强的。它最高的地方不知道几层楼高感觉超高的应该有10层吧。像1层、2层、3层、4层、5层、6层。我发现守神党好像都在上面那一区为什么竞技场旁边这边都在疯狂施工啊？这些石材是怎样？他们是在盖新的罗马竞技场是吗？还是他们在翻修那边啦？可是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新这部分都很新，然后那边看起来比较旧，就有坑洞比较大的感觉，好像比较像是以前的遗迹。然后那种比较红砖做出来的很精致的，会不会是新的？如果你要拍的话，我觉得我们刚来的那一面最漂亮。后面这样绕一圈，后面这都不好看，刚才那边最漂亮。好，我们也看完了罗马竞技场了，感受到了当时的那种拿血来当做娱乐的历史事件。虽然我们没有进去，但是我们看过罗素克洛，还看过狮子，那他就这样比战，这样，die啊，不是啊，是 kill，到底是讲什么？反正就其中一种。结果罗马竞技场它的周末是免门票的，可以直接进去，好好。但现在不是周末，我们现在礼拜一。然后要听一下历史吗？它是在西元72年到80年之间建立的，是罗马皇帝维斯帕先旅图。它可以容纳5到8万人，是古罗马最大的圆形竞技场。它主要拿来做角斗士的比赛，还有野兽的狩猎，还有公开处决，以及一些戏剧表演。看完了，这边强国人很多我来给你都绕上吧。来个的都绕上吧。有马，警察骑马，酷波利兹呀，他马的那个尾巴的头发好长而且有点毛躁，但是有梳过，跟我的发质有点像。前面那个凯旋门比较大吧？这个又是该不会这真的是可以喝的无限泉水酷，不是有水啦。这边的凸石路石头超大颗的，走起来很有稳定感、安心感，但也有可能会扭到脚踝，就是了。前面不能进去了，这边是要有那个 pass 才能进去的。好吧，那我们就没办法进去看那个广场了。走过来看了之后，发现这个凯旋门没有刚才那个大，差不多大吧，蛮小的。好多上坡路啊。这是会通去哪里啊？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些，应该那个就是古罗马广场的啦。原来如此，原来是长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来到这边逛这些遗迹的时候，我一直想到土耳其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土耳其也是去看一些古迹啊、遗迹的东西。那时候很乖的，有花钱去，因为我们其实也没其他行程。但这次就很省钱的原因是，我们很多地方要去，然后必须要稍微省一下，所以能不花则不花。然后像这种博物馆类的，我其实兴趣不大，所以就 pass。我们究竟会走去哪里啊？这边放了很多爱情的锁这是电话号码吗？没有，这是日期，2024年的。那怎么有人直接放个法圈是怎样？太 cheap 了吧？还有人放这个，真的很多人放法圈我们来猜猜看这个密码是什么？我们来猜，什么东西啊？这根本转不动，是怎么开锁、解锁啊？什么东东？这个人的爱情有点特别，因为他的爱情的枷锁，他是没办法输入密码的。这代表了什么呢？一旦锁上了就解不了了。看到这个会让我想到龙腾断桥，在苗栗的龙腾断桥比这个看起来更漂亮。台湾也是很长的不要小看台湾这根棒棒我们之前在哪里看过啊？他走路好用力
是变形的米奇吗？我有查到一个，谁生日？我有查到一个白面川普。不得不说，罗马街道是蛮美的。他在解释罚钱的事情了。他说他得付50欧元哦，听到？哦，教堂刚好响起了钟声呢。我真的觉得啊，景点附近那些街头艺人真的是，如果他演奏的好的话，是为那个场面增添了很多的加分呢。